拜登去了一趟乌克兰，却多出了一个双保险，到底谁在防着谁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诚 Talk。尽管此前拜登秘密前往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事情引发西方舆论震动，然而事情过去这么多天了，这场地震呢依旧没有消散，反而是那一次会晤中的细节被挖掘出来后，又引发了震动。最近呢，就有俄罗斯媒体爆料，在当时拍摄到的画面中有了惊人发现，拜登就去了一趟乌克兰，结果却多出来了一个泽连斯基。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美乌之间在相互提防。从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的消息中获悉在此前拜登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时候，在一家波兰媒体的视角中，不远处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从体型、身高到发型、样貌、穿着非常相似的一个人。就目前的一些情报来看这算是泽连斯基替身的首次曝光。坦率地说，历史上战时状态下的国家领导人有些的确会配备一些替身作为保险，防止敌方进行斩首行动，扰乱军心。但是以当前俄乌局势来说如果俄罗斯真的能够截获到泽连斯基的所在地，一枚高精度导弹，或者是拥有极高穿透能力的钻地弹，就足够完成斩首行动了。多一个替身少一个替身，其实区别并不大。另外在以往泽连斯基的很多露面中似乎都没有出现过替身，结果这一次拜登来了，替身就开始全面紧随其后了。泽连斯基这是在防着谁吗？按照这个思路往下延伸这个替身到底是谁的人，就非常值得玩味了。网上有个挺有意思的观点认为这可能是拜登在乌克兰布置的双保险。毕竟泽连斯基作为美国代理人战争中的重要一环，是美国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关键人物，因此美国对其严密控制肯定是可以预料的。一旦出现意外，这个副的泽连斯基就可以临时顶替一下位置。以现在的化妆技术将两个本就样貌相似的人进行化妆并不是什么难事，尤其是在这么1年多的时间里，泽连斯基露面基本是通过网络视频，那么这个替身的出现就让双方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了。这到底是谁在防着谁呢？尽管乌克兰媒体极力解释这个与泽连斯基体型样貌高度相似的人叫顿涅兹，是泽连斯基的贴身保镖，但却没有否认这个样貌相似、动作习惯熟悉、体型相当的贴身保镖没有替身的职责。当然了，虽然上面提到的那个网络观点多少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拜登和泽连斯基的关系的确是出现了一些恶化。在去年大概11月份的时候美国时政网站国家利益就曾经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白宫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个反俄战斗英雄，以取代有失控风险的泽连斯基。而乌克兰内部呢，也因为美国的这个倾向爆发了内讧，最终呢，一些原本的老臣被清理出政治核心，这个泽连斯基依旧坐稳了位置，看样子他还是有一些手段的，并非有些人认为的他只是一个三流演员而已。只不过这个时候替身露面了，某种意义上双方似乎都有提防盟友的可能性。各位网友如何看待这个替身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